大家好，我是孙思陶，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年年初呢，洛杉矶发生了一场全球瞩目的野火，大火席卷了滨海豪宅区 Pacific Palisades， 还有比邻的 Malibu 的部分地区。短短几天呢，大片豪宅被烧成了灰烬。根据 Malibu 市政府的数据呢，仅 Malibu 就有720栋房屋被完全摧毁。就在大家还在为这些沿海豪宅的消失感到惋惜的时候，美国房地产网站 Realtor.com 在8月8号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一位神秘的外国投资人正在悄悄买入这些被烧毁的地块，而且专挑1号公路沿线的这些黄金海景地段。该报道说呀，这位外国投资人已经斥资超过6500万美元，拿下了9块曾经耸立着豪宅的海滨土地，摩拳擦掌准备重建。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南加州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的缩影。一批眼光独到的海外高净值买家正在回流南加州房产市场。根据美国房产经纪人协会 NAR 于7月14号发布的最新年度国际买家房产交易报告，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外国买家在美国共购入560亿美元的住宅物业，同比大涨 33.2%， 成交套数呢达到78100套，同比增长了 44%， 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录得的年度正增长。那在这一波海外买家热潮当中呢，中国买家强势回归，并重新夺回了榜首位置。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这一年里中国买家在美国购房总额呢达到了137亿美元，占所有外国买家交易额的 24.5%， 成交11700套，占比 15%， 同比增长超过 80%， 几乎翻倍。要知道在疫情期间这3年里中国买家在美国的购房金额一度跌到个位数，2020年只有 11.5 亿美元，2021年呢更是只有 4.8 亿美元。那市场份额呢迅速被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等国超过。如今呢他们这个购房总额呢同比大涨 83%， 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虽然距离2017年当时创下的317亿美元的峰值呢还有差距，但回升的速度非常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买家当中呢有 71% 采用全现金交易，远高于外国买家 47% 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他们无需经历严格且漫长的贷款审批流程，可以在竞争激烈的高端市场当中呢迅速锁定优质房源标的。那根据美国市场数据公司 Batch Data 他们的统计呢，今年1季度全美总共成交98万套住宅，其中 27% 是由投资者购入的，创下5年的新高。很多投资客会用低于挂牌价全现金报价的这个方式成交，在高利率环境下全现金买家拥有更强的议价权。那根据我在南加州洛杉矶还有尔湾这边的房地产市场上的长期观察，美国本地传统的刚需买家的回归呢恐怕还需要等待。只要利率维持在高位，对于多数依赖贷款购房的家庭来说呢，买房仍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是来自海外的高净值买家看的不仅仅是短期的房价波动，而是在市场相对低迷的阶段主动入场，把美国优质房产当作一种稳健资产纳入长期资产配置清单。尤其是在美联储可能于今年下半年启动降息的这个预期下，不少对冲基金、家族办公室以及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已经提前布局美国的核心优质房产。从地理分布来看加州依旧是中国买家的首选目的地，吸引了 36% 的中国买家。其次是马里兰州跟纽约州各占 9%。 购房类型方面71% 的中国买家选择独栋别墅， 14% 选择联排， 12% 购买公寓。大约2%的买家是为了自住，包括自用子女留学还作为度假屋。尤其是在南加州洛杉矶还有城县尔湾这些地方因为教育资源丰富，亚裔社区成熟，中美交通便利，营商环境优越，高端的工作机会也多。这一区域长期以来是中国买家的置业热点。那价格方面中国买家平均的购房价格高达120万美元，居所有外国买家之首。购房价格中位数为76万美元，也显著高于整体的外国买家的 49.44 万美元。这说明他们的布局集中在核心地段的高端住宅。那这类资产不仅保值性强，未来还有长期的升值空间。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也曾经表示，美国完善的产权保护还有相对稳健的房产市场，使其在全球投资者眼中依然是避风港。如今随着海外高净值人群，尤其是中国买家的回归，美国住宅市场再次迎来一股强劲的外部动力。
从被山火摧毁的马里布海景豪宅，到洛杉矶和尔湾的别墅学区房，这场资本的回流正在重塑美国房产版图。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各国监管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一场新的国际资本争夺战已经在美国房市悄然打响。我是孙思陶，关注美国房产趋势，深挖数据背后的真相。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分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也在关注房产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